见花花和叶被无人机吓到乱窜，才明白无良游客究竟有多过分。近日有游客为了节省排队时间，竟直接在6号别墅里放起了无人机，发出的嗡嗡噪音令花叶姐妹恐惧不已，立马跑到后花园里躲了起来。荷叶害怕地钻到树下的草丛里，并不断发出声音驱赶着未知的危险。花花则想要爬到大树上躲避，尽管因体重的增长爬起来非常吃力，但出于恐惧还是很努力地继续往上攀爬。能看出花叶姐妹是真的被吓到了。谭爷爷听闻火烧火燎地跑了过来，满脸心疼地想要把花叶姐妹叫回家。然而就算无人机引发了如此轰动，背后主人却始终没有让机器撤离现场，以至于谭爷爷无论如何呼唤和安慰，花花叶子依旧恐惧地躲在角落不出来。于是安保大哥在其他游客的帮助下，直接超网把无人机击落到了地上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游客纷纷拍手叫好。事后基地第一时间找到涉事游客，据说还将其交给了帽子叔叔处置。要知道园区内是禁止无人机飞行的，只因大熊猫通常依靠听觉感知周围环境，它们的听力比人类更为敏锐和灵敏，无人机声音对熊猫来说像在耳边爆炸一样。而这也不是花叶首次被游客叨扰了。这天花花正躺在木架上睡觉，谁料一不良游客为了让他起来营业，竟拿食物砸在了花花身上。醒来的花花好奇地嗅闻着食物，甚至用嘴叼起来想要尝一口。好在收到游客通知的谭爷爷及时赶到现场，用小苹果和窝头转移走了花花的注意力，才避免了一场潜在意外的发生。真不知道不良游客究竟想干什么，明明熊猫馆外到处有禁止投喂的标识，却总是自顾自地做一些冒犯举动，更有甚者还故意戏弄大熊猫。当初外场气温很高，叶子被热得躲到草丛里纳凉，谁料游客竟然播放谭爷爷的录音，只为把荷叶吸引过来拍照。平日最听爷爷话的荷叶听到后，即便热得吐舌头也屁颠颠地跑了出来。可他翘首以盼了很久都没发现谭爷爷的身影，失落的叶子便顶着高温坐在地上等待。看不下去的粉丝将此事告知保安，这才阻止了不良游客播放录音的行为。而谭爷爷也把荷叶喊回家吹空调去了。只能说真正爱熊猫的人绝不会为一己私利而去挑逗他们，更过分的是一些搞熊猫歧视的人。当初荷叶只是站在了花花身前，竟然就被游客几次三番的无情驱赶。或许游客是想给花花单独拍照，但对于有4岁孩子智商的荷叶来说，却是无缘无故的嫌弃和恶意。只希望各大基地动物园都能加强管理，为国宝们创造更舒服安全的环境。到萌二睡醒后乖乖叠被子，才明白他为什么被叫人教版小熊，因为萌二自出生后就没被妈妈带过，生存技能方面的储备基本为零，包笋掰竹子都是回北洞后跟奶爸学的。可奶爸每次掰竹子都要使很大力气，一时间忘记表情管理，看上去龇牙咧嘴。而熏木染的萌二很快学会了全套流程，在此之后不论大竹子小竹子，他都是徒手掰，而且表情一定要到位，主打一个宝宝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。但奶爸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黄连奶爸之前当过兵，在生活细节方面仿佛有强迫症一般，每天上班必定把萌二的3件套仔细放好，好大的下凉被也要叠得整整齐齐。萌二看着奶爸的举动有样学样，小熊精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毛巾洗脸，左擦擦右抹抹，直到浑身变得白白净净。吃饱饭后也不忘抓起毛巾擦嘴。别的大熊猫睡觉都是往地上一躺，睡得四仰八叉不拘小节，萌二则是人里人气的睡在凉席上，板板正正的像极了过年待宰的香猪，并且他起床后还会把被子叠好，天气好了就拿去晒晒，用爪拍拍灰尘，下雨天也会记得把凉席收回来。眼里有活，行动力强，瞬间秒杀大批两脚兽。此外，萌二还完美复刻奶爸爬梯子，奶爸走一步就小心的回头看看落脚点，二小子同样一步一步手脚并用下梯子，这谨慎的表情说不是奶爸亲生的都不行。作为萌氏家族唯一的全蛋小王，萌二从不放弃任何能找女朋友的机会。从奶爸那学会仰卧起坐后，就开始天天健身，只待未来能在女朋友面前大显身手。或许是因为从小离开妈妈的原因，萌二性格温顺，特别喜欢和饲养员互动，而奶爸奶妈也格外宠爱懂事的二小子，经常抽出时间照顾他的感情需求。要是萌二感到不开心了，徐老爷会陪在身边聊天哄他开心，黄连奶爸则给好蛋儿做马杀鸡。张韶涵奶妈不仅会跳舞给萌二看，还经常给小家伙拿零食吃。看到二小子吃完手里的仍意犹未尽，奶妈哭笑不得，连连摆手告诉他没了。先前萌二患有螨虫眼，要定时上药。不同于其他小熊故意拿捏饲养员，二小子全程不吵不闹，十分配合。只因他知道饲养员都是真心对自己好。虽然萌二的童年缺少了萌萌的陪伴，但也因此得到了饲养员更多的照顾。我们二小子真的是值得被爱的小熊。听说哥哥凭借整活从小透明逆袭成形象大使后，暖暖也开始当起了显眼包，要把蓝叶干上市。不仅雨天蹦迪上演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还趁游客多的时候来了个舞蹈串烧。只见这小子双手抱头，左脚画圆，右脚踢，随后一个助跑，顺着斜坡来了个5连翻滚。收尾时不忘5个诗，感谢姨姨们的捧场。感觉他和灵岩一样，一天天有使不完的牛劲。胖岩虽然是熊猫圈最会整活的小熊，但毕竟今昔不同于往日。灵岩凭实力当选了栾川旅游形象大使。
如今再见到胖妍就得喊一声严局了，估计此刻还在加班删除黑历史呢。毕竟他可是熊猫界涉黄第一熊，还有动不动就把奶爸挂网上的前科，日常整活翻车也是家常便饭了。其实敏敏的3个孩子，阿杰、灵言和满满都用了同一个样貌模板，只是长得好看的是阿杰，长得好笑的才是灵言和满满。阿杰出生时的体重达到212克，使得首次生产的敏敏难产了3天，才终于把这小胖妞生下来。虽然阿杰不像弟弟们那样活泼，但骨子里也是个实打实的搞笑女。熊生最爱打坐修仙和干饭，主打一个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，并且阿杰还喜欢颠倒看世界，这柔韧度不知要让多少舞蹈生泪目。有时他还会为一口胡萝卜表演倒栽葱，把围观群众刘奶妈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糟了，天哪！你为了吃这里是……不得不说，敏敏是懂遗传的，无论老公是谁，孩子都和她长一样。小熊精辉宝的脾气有多大，简直是爱宝乐园最不好惹的存在。宋3岁只是轻轻摸了下辉宝的屁股，小家伙当即炸了毛，气势汹汹地转过头，小手使劲一拍地，再碰我一下试试。如果眼神能刀人，恐怕宋3岁早已 game over。与福宝只霍霍宋3岁和爱女士不同，辉宝小脾气上来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。有次江爷爷试图纠正光君的坐姿，想让他面对游客吃饭，结果一身反骨的光君直接原地葛优躺，就是说这白眼翻的真的好瞧不起来。这天辉宝追着宋3岁进入员工通道，本想赏脸让对方陪自己玩一会，没曾想被忙于工作的老宋几次拒之门外。我们光君大王何时受过这种气？一怒之下直接就奔着爱女士去了，二话不说就给了妈妈一套喵喵组合拳。幸亏爱宝忙着吃胡萝卜没工夫搭理他，不然铁定得给光君一套爱的教育。虽然辉宝和爱宝对打从来没赢过，但光君大王从来都不服气，哪怕打不过也要还手，就是要硬刚，和虫洞二馆长一样从不内耗。当初兽医打针时弄疼了光君大王，小家伙的怒火蹭一下就起来了，要不是江爷爷在后面拼命拖住他，恐怕兽医逃跑的时间都不会有。而看着罪魁祸首笑嘻嘻地蹲在门边，辉宝眼神里的幽怨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有本事进来咱俩 battle 一下。可以说没人能在辉宝面前全身而退，不过在面对最喜欢的圣西姨母时，双标的光君却会收敛爪牙。当初姨母入辉宝的脸蛋时太用力，让他在众多游客面前出了洋相，有女明星包袱的光君瞬间天都塌了，默不作声地跑到一边生闷气去了。只能说要是换成宋3岁，光君大王肯定要与他不死不休。直到圣西姨母拿着小苹果来道歉，辉宝的态度才算缓和了一些。不过当姨母搂着瑞宝亲亲抱抱时，嫉妒到面目全非的光君气得冲上去就是干，被提溜起来后仍不依不饶的要咬对方，这简直就是醋坛子被打翻的人类小孩子。其实辉宝喜欢姨母不是没有原因，毕竟姨母会给光君带好吃的小零食，而宋3岁既会打针又会喂给他驱虫药，罪行罄竹难书，让熊无法原谅。不得不说宋3岁简直比黄连还要苦，为要这件事从福宝到辉宝瑞宝，最后全都被记恨上了。强烈建议他下次戴个头套遮掩一下。小熊精于爱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这天奶妈出来提醒爱姐下班回家，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，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。而且于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，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，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，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。其实爱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，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，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，很难不怀疑爱姐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偷走。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，爱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。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置力量，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。爱姐迫切的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，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，只是轻轻一拽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。随后爱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，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，一手扯开了绳子。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工。而爱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了，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爱姐已经胜了，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。此刻仿佛看到上学17碾压全校的学生。这天外公陪两熊玩老鹰抓小鸡游戏，他在前面跑，可爱在后面追。在经过弯道时，爱姐只思考了0.01秒，就果断选择抄近路去追外公。笨蛋哥哥只会跟着饲养员的路线跑，难怪外公感叹于可想到时于爱已经做到了。先前可爱兄妹和二顺分开的时候，妈宝男饭也不吃崩溃的趴在门口要妈妈，而爱姐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哥哥强一些，坐在木架上吃奶爸放的4根笋笋。不过懂事的于爱并没有全部吃完，而是特意给哥哥留了2根。试问谁能不爱如此聪明暖心的小熊呢？不仅如此，爱姐的模仿能力也是一流，会故意模仿哥哥从树上掉下去的糗样，还杀熊诛心的蹦起来嘲笑可可，结果被恼羞成怒的于可追着胖揍。当夏天到来，阳光烤得头脑发昏时，爱美的于爱就直接把王八壳扣头上，既能 cos 神龙大侠阿宝，又能防晒，真是一物两用，不但美观还实用。果然于爱的爱就是爱因斯坦的爱，要是有一天爱姐开口说人话，
恐怕猫粉们也不会太震惊。闵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显眼。这只坚持熊掌在上，否则就会急眼的小熊，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妈敏敏。虽然都已经是做妈妈的熊了，但敏敏一身反骨，还是著名的嘴炮团成员之一。这天，敏敏正缩成一团，安静等坐。奶爸使出10级猫语喊她回家吃饭。明明吃饭了。虽然不太确定明明有没有听懂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不想再听奶爸唠叨，直接转身撅起屁股，正对着奶爸就开始拉亲团，像极了对方不愿意搭理你，并投来一坨屎。有这么一位搞笑女妈妈，她的孩子自然都是熊中龙凤。这只和胖妍同款委屈脸的小熊，其实就是她的亲弟弟满满。两熊相似程度，亲妈见了都得愣一愣。不同的是，满满的头平的能顶起一瓶汽水，而满满和灵妍不仅长相犹如复制粘贴，就连搞笑的气质、整活的本领都如出一辙。满满最喜欢霍霍院子里的小树，只需一个雄定重击就能让枝干妻离子散。好家伙，兄弟俩真是不分伯仲的胖啊！很想问敏敏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生2遍。